和名目有无，因误食仙草得以长生不死，但已身染寒毒，千年下来，终究是压制不住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告诉你们，小爷我可是神府的小少爷，回头我让爷爷把你们都剁了，喂狗！哎，小少爷，你就别喊了，喊破嗓子也没人救你。是老爷吩咐我们在你成人礼这天把你洗刷干净，送给灵儿小姐献上你的第一次。老头子是不是疯了呀？拿自己的亲孙子的处子之身送礼啊！哎，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呀？老王头，小爷都给你们宰了，放开我！闭嘴！这是灵儿小姐，是我们四族背后的共主。小兔崽子，给我跪下！不许无礼！我这样怎么跪啊？沈青山，你能不能有点族长的气度啊？小青，小青，他就是这一世沈家送来的仆人。小姐，燕儿是我在沈家最小的孙子，我老了以后就由他侍奉小姐，做您的仆人，同时也作为您治疗寒毒的药引子。让他走吧，我不喜欢强人所难。绝对不会，小姐，沈家是因为小姐而存在，当年老祖也是承蒙小姐才能在乱世中活下来。这次燕儿能用纯阳之身为药引，彻底解救您的寒毒，是她和沈家的荣幸。罢了，我已经要压制不住这千年寒气，如果外泄，必将生灵涂炭。你去吧。是。啊！别走啊！啊！小子，上前来。我这么怎么上去啊？我去！过来。活了千年，该不会是什么老巫婆吧？呀！我老了。不老。那你愿意成为我的仆人吗？那个，虽然你还算有点姿色，但我怎么着我也是沈家的小少爷，从来都是我指使。当我的仆人，解决我的寒毒，我救你母亲的命。救我母亲的命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母亲因为生你，导致气血大伤，你父亲又和别的女人厮混在一起，不再管你和你那病秧子的母亲。看着母亲身体愈加衰弱，却无能为力，所以用聒噪和纨绔来掩饰自己的自责，是吗？你滚！我没有你这种人渣做丈夫，燕儿更不需要你这种禽兽做父亲。燕儿，妈妈，爸爸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你是不是要死了？燕儿不要，都是因为燕儿。不是的，燕儿，燕儿是上峰送给妈妈最好的礼物，妈妈答应你会永远陪着你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如果你能治好我母亲，我愿意。只要能压制住寒毒，不宣泄出来，用点血救你母亲的命，不在话下。
来吧。小子，你会吗？看来他的寒气马上要控制不住了。算了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更何况是个仙子啊。小子，你会吗？我也是第一次经历人事，要不是担心寒气威胁，风云千里都要遭殃，我也不会同意这种荒唐事。那个，我也没有。今天本来就是我的成人礼，不过没事儿，我们可以慢慢摸索，找找状态。我去！死马当活马医吧。这就是师父说的凡尘杂念。好冷。神仙姐姐，现在能温暖你的，可能只有我的体温了。你应该叫主人。没想到千年不染红尘，现在却因尘世结了因果。罢了。也不知道灵儿小姐能否度过这一劫。若是顺利，也算是我沈家的福报了。老爷，四族中有不少都早早转移了族人，好像巴不得灵儿小姐出事，连同我们沈家一同消失。那些忘恩负义的东西，我相信灵儿小姐，也相信叶儿。培养了千年，却想让我死吗？若不是担心无辜生灵，我又何尝不想死呢？神仙姐姐，你怎么一直冷着脸啊？是寒毒还没解决掉吗？还是对我不太满意？管好你的嘴。虽然寒毒的危机已经解除，但我劝你还是把今晚的事情从脑海中抹掉。你只是沈家这一代遵守约定送来的仆从。一个仙子，一个纨绔少爷，是我想多了。话说中了吗？你别误会，我只是想确认一下，我已经做到答应你的，你是不是该履行对我的承诺？你想让我当你的仆从，就先治好我母亲的病。答应你的，我会做到。好，等你什么时候把我母亲的病治好，我自然会侍奉在你这个神仙姐姐身边，当牛做马。好啊，以后叫主人。妈，你感觉怎么样？你着急忙慌的干什么？妈今天感觉好多了，你看是不是面色红润了许多？对不起妈，都是因为我，要不是因为我……我说什么呢？燕儿，
妈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了你。看你健康的长这么大，妈已经很知足了。妈，你放心，你的病有救了。我找到了仙人，他答应我能救你。小姐，他只有1刻钟了。他只有1刻钟了。那你还等什么呢？救他呀！兑现承诺，这是你答应我的。燕儿，不得无礼。灵儿小姐，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小姐一面，奖励无憾了。我也没想到，当年那个偷跑上山，天天逆着找我玩的小姑娘，已经出落得手死文婉了。您别取笑我了，时间在您脸上没有留下一丝痕迹，倒是我这身子。妈，妈没事。燕儿和灵儿小姐是怎么认识的？说起来，燕儿叫灵儿小姐一声老祖也不为过。燕儿，她和你们一样，叫我一声小姐或主人就行，叫老祖太老了。小姐，你长生千年，才识冠绝古今，但在男女之情上却像个小姑娘。不过这样我也放心了。1刻钟，快过了。我自会救他，你先出去吧。罢了，就当还那小子吧。妈妈，外面的人都说是我害得妈妈生病了，还说妈妈会死，会离开燕儿。傻孩子，妈妈先天体弱，就是有了燕儿，妈妈才坚持这么久呀。而且，死亡也不代表离开啊。那什么是离开啊？遗忘才是真正的离开。只要燕儿不忘了妈妈，妈妈就一直陪着燕儿。可是燕儿不想让妈妈死。这世界上的人都会死的，除了那位。泪如残留滴落小溪，我想离开，心不由己，仍会期待，偶然放晴。南方的是还拥有的回忆，你陪我走过的雨季。南方，走吧，你曾爱我，该回去了。保护着我最初的勇气，我在这里。我妈的，只要我不同意，他死不了。答应你的我做到了，走吧。哎，那我能不能先去看看他？你母亲需要休息，那我去照顾他。你太聒噪了，她没法休息。你怎么救他？先把妈，把你割腕了？你不会骗我吧？闭嘴！哎，不是，我就是好奇，我想问问你。
神仙姐姐，不是，主人，你每天绷着张脸不累吗？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没见你笑过。按理来说，像你这种不老不死的，应该没什么烦恼的吧？长生就是烦恼。为什么？看枭雄起落，文坛变迁，亲手扶持四祖，千年不败，不应该很爽吗？花最灿烂的时候是盛开和凋零，雨水最漂亮的时候是变成水汽，然后映射出彩虹。师长、亲人、仆从都曾绚烂的活着，然后死去。时间的长河没有放过任何人，却唯独把我困在这。所以，因为离别，再加上寒毒的痛苦，死亡对我来说才是解脱。但师父告诉我，只有遇到命定的血气之，我才能往生转世。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能不能帮你找到血气之人不好说。但是主人，如果你想死，我可以帮你。我亲爱的主人，快来吃爱心早餐了！俗话说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千万不要把生命浪费在睡觉这种无聊的事情上。我的生命可以随意浪费。忘了你不死了。把门修好。尝尝，我大早上特意跑了好几条街给你买的，加浓豆汁儿，够劲儿。味道怪怪的。正常，越有味儿越正宗。来，尝尝快。这豆汁儿我放了18瓶特效毒药，再加上3瓶防盗牛，就不信要不死你。还行。不应该啊！救我！无情砍刀！手断了，手断了！刀枪不入，我炸死你！这回总行了吧？早饭好了吗？炸不死你，我直接用坑埋死你，活埋，这回一定弄死你。这么想弄死我？挺不错。要是你是个普通人，我一定娶你。你要是普通人就好了，我一定娶你。你应该叫我主人。
发你去城西买豆汁，10分钟。怎么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？好，马上去。怎么感觉脸有点烫？他刚才……你要是普通人就好了，我一定娶你。不行，他终究会和其他人一样死去的，那都是我。不可以。看来灵儿小姐的毒解得不错呀。我记得你是现任的段家掌门人吧？没我的召见，你不应该出现在这儿。作为你亲手创立的4族之首的家主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灵儿小姐。看来你不欢迎我。当初随手培养的4线，终究不是铁桶一块了。想反了吗？可惜呀，这次你没有选择我们段家的后代来解毒，我们才是4族里面最强、最配你的。晚辈，如果你还是那么多废话，就可以走了。别着急走啊，灵儿小姐。我这次来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想问小姐求点长生血，你应该不会拒绝我吧？如果你有让我流血，甚至死亡的能力，我可以成全你，但你没有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这是我从西洋搞的好玩意儿，据说火力很猛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让你如愿。我再给你个机会，给我长生之法，做我的女人，共掌4族，要不然放血。反派废话就是多，从古至今都这样。陆灵儿，他娘的，这是你逼我的！你敢！是血气。那个声音。都他妈出你了，哪还有豆汁儿？你该死！小东西，你不知道那枪根本伤不到我吗？看你背身，我还是不敢赌。我绞尽脑汁想杀你，那是为了彻你的心愿。别人可不能脏了你的衣角。我亲爱的主人，快来吃爱心早餐了！尝尝，我大早上特意跑了好几条街给你买加浓豆汁儿。这么想弄死我？这次我救不了你了。子弹从你胸膛穿过，打中了我却发现伤口无法愈合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该不会我就是那位吧？你就是师父说的血气之人，原来一直都是能杀死我的，只有你的血。我长生的能力终于消散，变成一个普通人了。但你说过的，也做不到。灵儿，要是你是个普通人，
我一定娶你。总归是帮你完成了心愿。灵儿，我这一生也算是绚烂了。真的吗？如果你能治好我母亲，我愿意。现在能温暖你，可能只有我的体温吧。那你愿意成为我的仆人？时间的长河没有放过任何人，却唯独把我困在这。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，你是我又接近又丢下我一个人。花最灿烂的时候是盛开和凋零，云水最漂亮的时候是变成水汽，然后映射出彩虹。一片晚霞，远远地告诉你，心之所及，不管你出生在哪里，我一定可以找到你。下一世，我做你的妻。透过瞬间的云朵，找勇气看天空，想见一片晚霞，远远地告诉你，心之所及，全都是你。这是跟着血妻的指引，顺利重生了吗？小东西呢？为什么没有看到他的身影？小姑娘，你可算醒了！要不是老爷前天在后山晨练，发现你晕倒在树林里，估计你早没命了。就是呀，你是谁家的孩子？怎么会晕倒在那里？叫什么？家里人呢？小姑娘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不舒服？是啊，身体怎么样小姑娘，说话呀！聒噪！一个一个说。奇怪，为什么会被一个小女孩吓着？她说话的时候，比老爷骂我们的时候还有威慑力。这里是哪里？你们可曾见过一名叫沈燕的男子？你说。小姑娘，你命好，被我们4大豪门之一的沈家救了。至于你说的那个人，我当年也是听老爷提起过，好像是沈家的一个长辈。还是沈家吗？倒是缘分未了。沈家现任家主是谁？带我去见他。你说你是我沈家当年的老祖，建立4族的陆灵儿小姐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看来沈家维持的还不错，到你这辈没有没落。虽然我很惊讶于你竟然知道我们沈家的心秘，但是你总得告诉我，凭什么让我沈玉川相信你个8、9岁的孩子？就凭你身后的那幅相片。留个纪念呗，主人。万一哪天你要真被我弄死了，连个念想都没有。大概只能证明你死前认识我。那也是很有面的事儿。等会儿拍完照，记得给我签个名。来看这儿，3、2、1，祝你早死。签名在相片后面的右下角。如果不信，我可以再写一遍，对照一下。不用了，知道这个签名存在的都已经死了，就连我都是小时候父亲提起才知道小叔公的存在的。小姐，既然您回来了，我就把沈家还给你，还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。帮我找到你的小叔公沈燕。
没想到灵儿小姐竟然可以循着轮回重生，真是天不亡我四族啊！但是小叔公他也转世回来了吗？我和他已经滴了血气，他肯定来了，但我醒来之后却没有感受到他。去，瞎说什么呢？少在这儿坏我们沈家名声啊！就是想骗钱去别的地方去，也不看看这是谁家。怎么回事？老爷，这位女士刚才突然出现在咱家门口，说什么？你说呀！说这孩子是大少爷的私生子。我来找你们沈家的董事长沈流书，我不是想骗钱，只是想让年儿认祖归宗。啊，进去说吧。8年前，他到我们村子做开发，经常到我的小店吃馄饨，后来对我也很照顾。但是那晚之后他就消失了。我本来带着年儿，没有想过找他，只是我现在的身体没剩几天了。一夜留情，就抛妻弃子。沈家现在的家教不错啊。如果这个孩子真是我们沈家的，你放心，我们绝对不会赖账的。去，把那个不孝子给我叫回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沈青年。你愿不愿意留在这里？不愿意，我要和妈妈在一起。青年乖，妈妈没有办法养你长大了，听话留在这里。他的胸膛上是不是有一颗红痣？你怎么知道？这一世我养你好不好？以后你可以叫我灵儿了。啊，灵儿小姐，难道她真的是？小东西，找到你了。他确实是沈家的血脉，以后就留在这里。还有他母亲的病，你放心，灵儿小姐，我们沈家一定会用最好的医疗资源。我不要留在这里，我要回家。那你不希望给你妈妈治病，陪着你吗？性格和以前一样。没经过本人同意就帮我认儿子，这不太好吧？哼，兔崽子终于回来了！我们沈家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玩意儿？爸，这事儿我会处理好。哼，当年的事儿都是你情我愿，现在过来闹，不太好吧？就是，谁还没年少轻狂过？揪着刘叔和你当年那点破事儿，不就是想要钱吗？玉纯，这就是你的儿子吗？有点让人失望啊。这位姑娘，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，但我奉劝你，大人的事情，小孩子。不孝子，叫主人。什么？你糊涂了吧，沈老爷子？你让刘叔管一个小孩子叫主人？跟着一起叫小姐就行。你到底是谁啊？你给老爷子下什么药了？当年培养创立你们四族的时候，倒是没想到后人失德的事情。我说我是你老祖，你信吗？
好好好，一个说是我儿子，一个说是我老祖。今天这事儿可真有意思。你竟然知道我们四族，看来有人教过你不少功课。我就是段家现在的大小姐，按照你的意思，是不是也得叫你一声主人啊？四族后代家规第1条，就是不准两族之间联姻。看来你们连这个都忘了。为什么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小姑娘，竟然知道四族之间的隐秘家规？为什么老爷子如此信任她？小姐请坐。小东西，过来，坐这边。啊，小姐，我是叫他孙子还是小叔啊？这是新的仪式，不用在意之前，各论各的就行。好嘞。青娘啊，以后啊，你就是我们沈家的小少爷。妈妈呢，在这好好养病，陪着你，好不好啊？谢谢老爷子，只要你儿能快乐长大，我不用的。谢谢爷爷帮妈妈治病。宝贝，乖啊！本来啊，你应该是我们沈家的媳妇儿，是我们这些年亏欠你们母子了。沈老爷子，你是看着我长大的，她是哪里来的野女人，就能当沈家的媳妇儿？就因为她带回来个野种，您不能这样。她的眼神怎么这么可怕？明明是个小女孩，为什么身上会有这么强的威严感？爸，林梦他们留在家里，我不反对，但四族的家规毕竟已经这么多年了，是不是不用这么墨守成规啊？况且我自己的婚姻还要经过这位姑娘的同意，是不是太荒谬了？就是啊，我们沈段两家门当户对，联姻之后就是强强联合啊。别，我们沈家可不敢，万一把自己喂到你们嘴里，以后想逃都难。爸，怎么会呢？四族的存在只是当时一时兴起之念，本来应该互相扶持，但这些年却是有些走偏了。你身为沈家长子，既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，又负不起该负的责任，亲生儿子来了之后，未曾对其母子关心过一句，只顾着拿蠢脑袋往段家钻。你当真这么低智吗？还是说另有所想？这位姑娘，我现在还没确认你的身份，你最好……兔崽子，你是真脑子不好啊！我都说了，叫小姐。爸，您是老糊涂了吧？您既然看我不顺眼，我走啊！走。对不起，小姐，是我没管教好。你亏欠的是他们母子，况且你这个儿子没那么简单。哎呀，儿子是废了呀，养小号，看孙子。他交给我来管。老爷，老爷，小少爷又挨收拾了。灵儿小姐正在院子里打他屁股呢。打呗，别说小姐打他屁股了，就是打我屁股，我也不敢说什么呀，大惊小怪的。都是因为小少爷把您最喜欢的那棵百年老树给砍了。啊？什么？
小东西，下回还敢不敢了？还敢不敢了？敢！你也没比我大2岁，我凭什么听你的？你没听过听老婆话父亲家吗？我才不娶你这个母老虎呢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爽，开心。沈少爷好体力，昨天晚上一夜未归，还有精力来游泳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那个，我是去……不对，我干嘛跟你解释啊？有性格，连解释都不给。我警告你啊，我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，我有我自己选择时间的权利，你不能再像管小孩一样管我了。小东西，交付要趁早，我也盼着你的成年礼呢。你干嘛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不想打女人的。妈，明天就是你儿子成年礼了，可惜你没能看到。我现在很好，虽然您临终前让我一定要听那个陆灵儿的，但我是绝对不会娶那个野蛮人的。我要娶我梦里的神仙姐姐，比她温柔多了。小东西，这可由不得你。放开，放我下来！老王，有什么话我们好好说。放开！哎呀，放开！少爷，你就别挣扎了。要我说，你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灵儿小姐看上你，那是你的福分。老王，咱能不能有点骨气啊？咱们老爷们能接受这种奇耻大辱？你们这是趋炎附势、见利忘友啊！少爷终究是长大了啊，都会成语了。少爷，走吧。放开！放开！你们是聋了吗？本少爷让你们放开我！老头子，你真就把你孙子这么卖了？灵儿小姐在来沈家的第1天就说，要是找到你啊，就把你当老公养，还说呀，这是很久以前你们约定好的，今天正好你成人礼，顺便就把这事办了得了。加油，小子！少爷，加油！滚！我一个新时代青年，能听包办婚姻那套？你当然不用听包办婚姻的。但你得听我的。小东西，我很丑吗？那个丑肯定是不能算，但是我不是。预料过我们的结局片中，
没有如今，没有婉拒，却沉来吧，沦四季。本少爷认了，就算你得到我的身体，也得不到我的心。比日落还温柔，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给你看样东西。你是我有且仅有，你是我曾失去过，从我瞬间的云朵，找勇气看天空。拉开我的裙子。这2颗红痣，就是我们100年的约定。那时候你说，如果我变成普通人，我一定娶你。是血气，那个声音又丢下我一个人了。下一世，我做你的妾。所以，这辈子你只能娶我为妻，否则我就阉了你。那个，虽然从小你的身份就很神秘，现在还有个100年之约，但我真的不能娶你，因为我心里好像有喜欢的人了。我叫她神仙姐姐。其实，她就是在我梦里经常梦到的一个人。我知道她很美，但却看不清样貌。但我心里明确的知道，她是我喜欢的人。好不容易这一世决定像普通女孩一样敢爱敢恨了，没想到遇到最大的情敌，竟是自己的上一世。那我和她是不是一样漂亮？那个，应该是吧，但他肯定没你凶啊。年轻人做点春风得意的梦，我能理解。你继续好好喜欢你的神仙姐姐就行，我不吃醋。真的？总不能告诉她，我就是上一世那个活了1000年的神仙姐姐吧？要不让她爱上我，要不让她想起我。但这之前，我们做个平等协议，你只有这一次选择的机会。什么？结婚，我帮你搞垮你父亲；不结婚，阉了你。啊？跟我结婚，我帮你搞垮你父亲；不结婚，我阉了你。这算哪门子选择？再说，你凭什么认为我要搞垮沈流书啊？你觉得我在乎什么豪门恩怨？因为不被重视而争家产？你不是。从小我不是这么教你的。但如果是因为你的母亲，你会。当年你和你母亲一同来到沈家，就是因为她的身体已经登记有库。虽然最后的岁月是陪在你身边度过的，算是得偿所愿，但这也成为了你心中的一根刺。可惜，这一世我没有像上次一样救你母亲的能力了。这些年，你父亲沈流书终究是和段家小姐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再也没有回过沈家，就连你母亲的葬礼也没有露面。我知道你一直在强装没事，但恨意已经在心里长大了。我不是没求过他，但他就是不肯回来。我知道我对你不重要，我也没想当你的好儿子，但你能不能来看我妈一眼？我说你能不能来看一眼？他当年真的很爱你，现在他就要死了，你他妈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？我说他要死了，他要死了！
所以你一直用自己纨绔的样子来掩饰痛苦。我也想报复他，但慢慢久了，好像习惯了吧。不可以，我说我不同意你的习惯，不要让别人伤害你。如果已经有了，就让它消失。我舍不得做的事情，没人可以这么理直气壮。从小到大，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？就只是想和我结婚吗？有没有别的企图？企图？有啊。什么？豆汁儿。第一条，以后叫我灵儿，而且不能允许别人叫我灵儿。第二条，每天早上我都要喝到最新鲜的豆汁儿，你亲自买的。第三条，不许夜不归宿，不许抽烟酗酒，不许出轨违法，每天都要洗澡，袜子一天一换，内裤不能翻面穿，不许……哎，停！灵儿，我领的是结婚证还是卖身契啊？也太没人性了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把我逼急了，你信不信我立马让你变二婚小少妇？你的结婚证变不了离婚证，它只能变成死亡证明。少爷这妻管严算是坐实了。这样也好，要是没小姐管着，少爷指不定惹多大祸呢。可不嘛，小时候砍树，心疼的老爷哭了一晚上呢。第58条，不许大声和灵儿说话。除了这些，你做什么我都支持，哪怕把天捅下来，我都帮你一起赌。那个灵儿，我现在已经成年了，你不能靠压迫来管理男人，你得讲理，你得真的让我服气，懂吗？有道理。你说方式，我接。成年人的世界，强者为尊，弱肉强食。真强，我就是强者。那么好，接下来咱们比赛打赌，第一项，自由搏击。小少爷真不要脸！听说当年那个小姑娘和青年领了结婚证了，你们段家的消息准不准啊？这些年，我和我爸查了所有信息，几乎可以确定，这个什么陆灵儿，应该就是当年害死家主的那个长生仙人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当年变成了小孩。还真是四祖老祖啊！那也不能阻拦我拿回沈家。陆灵儿，这么些年我屁股不知道被你打过多少次，这次到了。青年，你确定要比这个？怎么样，怕了吧？今天为夫就给你演示一下，什么叫做男人的雄风。没事吧，少爷？头晕是正常的。四族中的孟氏以武令门，我传的。我的不行，来文的。这幅字帖我从小临摹了上千遍，足以以假乱真。你确定要写这幅字？怎么，大家的字你没看过吧？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文化。算你有心了。不过你要是想学字，其实我可以教你，不用偷偷临摹我的字帖。什么意思啊？
这印上的字，你就从来没看过？陆灵儿，没事，孙子，丢脸是正常的。没办法，这是你逼我使出必杀技的。拼酒量！不是小子，你这厚脸皮到底继承的谁呀？跟一个女生拼喝酒，你怎么好意思的？你拿得出手的就这点不良嗜好了。你别管，这次我赌上尊严。再说，我认了。哼，不用了。我认输。跟别人喝可能千杯不醉，但和你喝一杯就倒，这我控制不了。你赢了。沈青年，你真畜生！我答应你，这家规我认了。厉害，果然真诚才是永远的必杀技。小姐，事情查得基本有眉目了。说啊，当年的段家族长贪图小姐的长生之法，害得小姐和小叔公生死轮回。虽然段云天自己也死了，但是段家的狼子野心并没有消散。随着这些年势力越来越强啊，隐隐成为四族之首的段家，已经将手伸向其他三族了。想必沈流书就是因为这个选择了段家那个小姑娘，宁肯违背四族的家规，也要借段家的势力。段家在利用他，他也在利用段家，还算是有点脑子。哎，这个兔崽子这些年赌气，一直没有回来，但其实已经将沈家的内部腐化的差不多了。看来他这董事长的位置我得收回来了，不然早晚会害死沈家呀。现在收回，只会让他们反扑得更加激烈。不着急，青年还没准备好。光靠我们沈家，恐怕是独木难支啊。当年我能创立四族，让其可以屹立千年不倒，自然有方法让他在几瞬间崩塌陨落。这点你不用担心。不过，你刚才的信息有一点有误。小姐，请说。段云天可能也回来了。啊？安排沈流书回来一趟吧，我要确认一下，青年的这个父亲是不是真的无药可救了？不可能，我绝对不会见他，绝对不会，我这辈子都不会见他。果然还是伤害得太深了吗？别怕，别逃避心中的恐惧。如果他是你的痛苦根源，那就让他消失就好了。头痛，好像有什么。下雨。3。也有一个人这样摸着我的头。还有，走吧，该回去了。你想起来了？你想起来了？只是有一些片段，感觉很伤心，但又很温暖，好像有什么东西丢了。仔细想想，头就很痛。只是一些记忆碎片吗？
慢慢来，会找到的。早点休息吧。我能不能在你这儿睡？怎么，小东西想开了？我只是觉得我在你身边，心里能踏实一点。你别想多了。你要不要防备我这么足啊？既然是协议结婚，我当然要守身如玉。我警告你啊，你可别打我主意，半夜自己跑下来。这么大了，还是改不了梦游的毛病吗？沈老爷子，我和刘叔在一起之后还没有来看过您呢，实在是太忙了，您别生气啊。不敢，我老头子也是半截身子埋进土里的人了，怎敢生段小姐和沈公子的气呀？爸，是我任性了。听说青年和当年那个小姑娘也结婚了，虽然还没有办婚礼，可是刘叔都已经到了这么久了，也不出来见人，是不是也太没有礼数了？段小姐是想挑我们沈家家教的毛病了。怎么会呢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丑媳妇早晚也得见公婆啊。也不知道当年那个乡野小姑娘现在成什么样子了，有没有去掉身上那份土气啊？哼，是啊，爸，我也很好奇，当年那个让我叫主人的小女孩，现在变成什么样了？老爷，小少爷和灵儿小姐到了。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一家人不用客气，叫我小姐就好。10多年不见，陆灵儿小姐出落的愈发惊艳了。青年也长大了，跟我年轻的时候……和你没什么关系，你是你，我是我。坐吧，有什么话坐下慢慢谈。陆丽儿小姐确实漂亮，连性格都沉稳的可怕。在你小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冷静的像个活了很久的大人似的。是他吗？看来是查到了什么。那当然了，小姐本来就是这样的性格。至于活得久，段小姐觉得能有多久？那我可不好说。灵儿小姐刚到沈家的时候就被奉为座上宾，甚至父亲还让我叫你主人。我真的很好奇你这个儿媳的身份。她现在身份是我老婆，但不是你儿媳，因为我没有你这样的爹。我劝你别往自己身上扯关系。青年，我知道你因为你母亲的事儿一直记恨于我，但我跟你母亲真的只是一段偶然的感情，你更是个意外。这些年沈家给你的已经够多了。偶然？意外？沈六叔，你是怎么做到这么冷血的？我妈她这么多年都没有在家，就是觉得有一天你会去找她，还一个女人生着病带着我，居然在等你这么个王八蛋。青年从小在沈家，虽然是可以做他的小少爷，但这些和他受的伤相比，不值一提。看来你们夫妻两人刚结婚，感情确实不错。现在你们两人的样子让我感到很熟悉。爸，你看他们两个像不像你书房墙上相框里的那2个人？没有意义的试探就别问了。
雨辰，你这个儿子确实还算有脑子，但我也确认没救了。我知道这些就够了。段小姐，回去帮我问你们段家家主一句话。什么？千年了，段家准备好消失了吗？这小姐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，非说先不办婚礼，简单办个晚宴就行了。就是啊，不过也好，咱家少爷那样确实不适合太过张扬。说的也有道理啊，省得丢人了。大家看，新人来了，新人来了！ To me the truth, this is the end. I feel like lose myself. Can't find my way to not lose. 虽然是协议结婚，但连个正经婚礼都没有，是不是有点太委屈你了？等你真的成为我的小娇夫的时候再办，也不迟。小姐今天格外漂亮，再加上您的气质，绝了！什么意思啊？我呢？明明一起慢动作出的场，你怎么夸他不夸我呀？我去接待宾客，少爷。你来干什么？青年啊，我是沈家长子，你是我的儿子，这父亲参加儿子的结婚晚宴，这不正常吗？就是，说起来我还是你们小妈呢。正好灵儿小姐托我问的话，我转告家主了。如何？家主说，若是100年前的灵儿仙子让我们段家消失，那倒没问题。可我记得仙子和那小子一起死了呀。果然。好了，话给你们带到了。灵儿小姐，正好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顾家小少爷顾行之。陆灵儿小姐，听说您的身份不一般呢。今天一看，这身材和样貌果然不一般。再乱看，把你眼挖了。不用介绍了，我媳妇儿对认识你没兴趣。陆灵儿小姐，我是孟家孟良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不错，你很好。陆灵儿小姐，我是孟家孟良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不错，你很好。有时间的话，我会去一趟孟家。爷爷说随时欢迎。你跟他很熟吗？大家都是公子哥，你看他那温文尔雅的样子，肯定是个心机婊。怎么，你吃醋了？我吃醋？我有神仙姐姐，我吃什么醋？你知道孟家在4族中负责什么吗？什么？孟家以武立家，镖局、武行、保镖，他们历代族人可都是武夫，也就你会说他们温文尔雅。那他那首饰？那是4族首饰，看来孟家还没忘。我不管，反正我不喜欢，你们俩少来往。陆灵儿小姐，有没有兴趣一起喝一杯啊？顾少爷的眼睛是不是有点问题？这对靠千门发家的博彩豪门少爷来说，可以吗？看来陆灵儿小姐对4族真的很了解，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让我对陆灵儿小姐深入了解一下。感受到了吗？感受什么？有人生气了。不知道陆灵儿小姐生气是什么样子的？不是我，是某人吃醋了。
我今天真的很火大。沈青年，你干什么？有事说事，你拿个酒瓶子吓唬谁呀？你们一个两个的都跟他很熟吗？拿本少爷当空气啊！沈青年，你别胡闹，这里都是四族的人，注意你的素质。就是，大家都是体面人，没必要把事情做得那么绝。不好意思啊，什么素质的、脸面的，本少爷根本不在乎，因为本少爷是纨绔。因为本少爷是纨绔。沈青年，你竟然真敢打我！都是四族少爷，你他妈真敢打我！打你怎么了？敢骚扰、欺负、惹我老婆不开心的，我见一个开一个。沈青年，你就是个私生子，你根本不配做四族少爷，你他妈就是个市井流氓！流氓就比少爷差呀？流氓也能打得你叫爹？你干什么？叫啊！叫啊！你不是喜欢叫吗？今天你不叫声爸爸，小爷我弄不死你！叫啊！叫啊！叫！他在闹，他在笑，嘿嘿，太好磕了。小姐，用不用找人帮一帮青年呢？啊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错了，爸爸，我错了。我告诉你，收起豪门少爷那一套，要求我沈青年，今天让你们来就是给你们面子。要是以后再有人敢欺负我老婆，就是亲爹我也给你打出去。思思，先把段小少爷送回去吧。就这么算了？还能怎么样？你看这小子都被打成我孙子了。走。爸，他毕竟是顾家最受宠的孙子，这样闹一顿是不太合适啊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青年还是咱们沈家最受宠的孙子呢，说的跟谁家孙子差似的。哼！顾家要是还有什么意见，大可以来找我，我一并承下来。还有没有人要找事儿啊？要是有的话，我一块打成我儿子。不可救药。少爷，你这次真帅，真男人。现在知道唤你家少爷了。好了，这场闹剧就到这吧，我还有点别的事情要忙。走吧。你们看到没有？刚和我结婚就和别的男人不守妇道。少爷，您今天这发色，有点绿啊。滚！反了，反了，倒反天罡！说不让我夜不归宿，他自己和别的男人出去。你看他回来，我不打死他，我要家暴他！你要家暴谁啊？陆灵儿，你现在是个有夫之妇，你不觉得自己很过分吗？不觉得。你懂不懂什么叫做妇道？妇道！懂啊，无能丈夫约束妻子的一个名词而已。帽子不错。那个，小姐已经去过孟家了吧？走了一趟。陆灵儿小姐，你说你是四祖老祖，未免太过于惊世骇俗了。我孟家千年来对老祖的忠诚度从来没有变过，
但我们需要证明。我知道，孟家作为当年的武堂，有你们自己的规矩。感谢灵儿小姐理解。来人！南北拳，长短刀，这是当年老祖传给我们孟家的立身之本。只要灵儿小姐能用相同的招式过4堂，我们便认你这个老祖。只有打服的孟家，不知灵儿小姐要先过哪一堂？一起来吧。当年留下4套招式中最后一招，你们还是没有补上。小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走吧，带我去见你们家主。是。所以你告诉我，你一晚上把孟家挑穿了？听说了吗？今天沈氏突然空降了新的总经理，听说是老董事长直接任命的，地位仅次于副董沈流书。哎，你们两个干嘛呢？赶紧走，快点儿！想必您就是老董事长钦点的总经理吧？供过您多时了。哎，你眼睛要是不好，就捐了吧。啊，瞎呀！我才是新来的总经理，沈青年，沈总。再说了，我们俩这气质不明显吗？那您就是小少爷？那这位是？我是他秘书。秘书？不能啊！一个秘书怎么会有这么强的气势？肯定是隐藏身份。难道说是老爷？哎，看什么呢？还不带我去办公室？哎，对，您这边请。老爷子终于忍不住要对我动手了吗？哎呀，还不错呀。就是这好好的办公室，摆这些垃圾干嘛呀？哎呦，小少爷，这要是垃圾的话，那就没有好东西了。这可是咱们沈家拍卖行收来的狠货，全都价值不菲啊！这些垃圾也这么值钱？是。那我小时候砸的那些得多少钱啊？小兔崽子，拿我的龙纹琉璃瓶当夜壶就算了，乾隆爷的摆玉盘你当飞盘玩，现在又砸了我的青花瓶，怪不得老爷子差点晕过去。把这些给本少爷扔了。啊，扔了。好。哎呦，真舒服呀！那个，坐。想喝点什么？咖啡、橙汁、绿茶？绿茶吧。沈总，您可来了。你要的绿茶到了。沈少爷，好久不见，都想死人家了。来，让我抱抱。啊，停 ，stop！ 你这一抱，我半条命就废了。哎呀，嫂子，你也在呀？我叫柳燕，好久没见少爷了，有一点点小激动。你不会生气吧？看来你跟沈青年很熟啊。那何止是熟啊！当初少爷啊，每次半夜偷跑出来喝酒啊，都是我定的台子，方圆百里好玩的场子，我带少爷啊玩了个遍。
原来沈氏还有陪玩这个业务啊，怪不得沈青年老喜欢半夜跑出去，彻夜不归。哎，别乱说呀！我找他只是那个买个单报个销而已。我是清白的，我从小到大最讨厌那种花花绿绿的场所。我的梦想是 KTV 里只唱歌，只洗澡，不按摩。那是，少爷每次出来喝酒都清淡的喝，是啊，闷头喝酒，天天把自己灌得宿醉，也不跟人说话。你说这年纪轻轻，哪来这么多烦心事儿啊？是啊，结婚之前我不管你，之后要是管不住自己，好，好。嫂子，要我说啊，男人呢就不能管得这么严，握得越紧啊，那跑得越快，得用方法。你很懂男人啊？那没有，我只是谈得多了，略有点经验而已。就是他就是一个沈氏拍卖行收货的。沈青年，滚出去！好嘞。说好了让我来替他查情况，来对付沈流书，不会动手杀人吧？男人啊，有时候啊是种指令性动物，你不给他明确的指令，他们是不会开窍的。拿捏他们呢，就跟拿捏小孩一样。儿童心理学，懂不懂？哎呦，你得夸他，鼓励他。有时候你越是往什么地方表扬他，他们呢越是往什么地方去疯狂的表现。那要是没什么可夸的呢？啊，那这样的有什么必要？也是。沈流书在公司毕竟运作了很多年，你必须自己获得公司内部的认可。放心，我又不是什么废物少爷。你怎么来了？跟踪狂啊？小姐，爷爷担心你的安全，让我来做你的贴身保镖。切，臭保镖！什么？贴身保镖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也好，你就跟在我和青年身边。啊，你好意思吗？他一个人单挑你们整个家族，还让你跟着，他那实力用你保护吗？沈少爷，灵儿小姐对你真的很好。不对我好，对你好。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别动什么歪心思啊！啊，听到了没有？公司高层的早餐会不请我这个当总经理的，不合适吧？哼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那个不成器的儿子。我听说你来公司第一天就扔掉了价值上百万的古董，看来你爷爷还是太纵容你了。一堆假货，扔了就扔了呗，几百块钱都不值的东西，你们还当成宝了？我看啊，公司里指不定有多少这种假货被你们弄来，以次充好。哼，小子，想要逼我的功，最起码要做好功课。你知道咱们沈家是做什么的吗？以前你爷爷任你胡闹也就算了，但这是公司，一天之内给公司造成几百万的损失，你这个总经理，我可以当场罢免你。小姐，
让他一个人去能行吗？沈流叔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你不是不喜欢青年吗？我是不喜欢他那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。沈家作为古董世家，沈流叔更是家族中的翘楚。就凭那个小子，那也得看师傅是谁。沈流叔的师傅是他父亲，但青年可是我从小一手调教的，别人不了解，他可不是普通的纨绔。既然这样，那小爷我好好给你们上一课。抬上来。哎呦，沈少爷，人家可是到废品回收站一样一样的找回来，你知道那有多累多臭吗？行，回头给你涨工资。青雍正，釉色均劣品，起拍价最起码得100万以上。可惜啊，拍质不对，青花釉色不正，假货。沈家是做古董起家的，还帮国家找回过很多文物。从小我就带着青年鉴宝，历朝历代的古董，以他的眼力，早一眼便知。哪怕后人不知道的那些工艺点，我都叫得古董专家，在他面前就是个笑话。这个起拍价同样100万以上，但平底拼接民国仿也是假货。这谁啊？青铜器小件，科技与狠活。宣德炉，假的。圣徒啊，假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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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是假的。拿破烂当宝贝，是咱们沈家的什么优良传统吗？仅凭一眼就能断朝代、辨真假，这份眼力比审视古董的那些老家伙还要老辣呀！都说小少爷是个纨绔，竟然有如此能力，这简直就是天才啊！哦，对了，沈副董，我这儿还有一份文件，这里面记着这些年沈家收的货单。你说，这里边有多少像这样的废品？又值多少钱啊？看来我的好儿子真的有做功课呀！爽，太他妈爽了！灵儿，你是没看到他那个表情？看来首战打得不错。那是，可以说是跌宕起伏，异常精彩。这沈流叔啊，估计最近什么都不用干了，就那文件就够他忙一阵了。先牵制一下他的精力，毕竟段家才是最大的麻烦。小姐，段家可不像沈流叔那么好对付。自然。你们知道1000年前四族是怎么产生，又分别负责什么？当年我误食灵草，成为不死之身。下山之后，遇到一处村子，发生了鼠疫，救下了4个孩子。现在正是战乱，又有了天灾，哪怕是苟活于世，也没那么容易。你们可愿意跟随于我？我们愿意。今日我便赐信给你们：段、顾、孟、沈，了你们凡身之义情，传你们立世之根本。之后你们奉我为主，叫我小姐便是。拜见小姐。怪不得爷爷从小就跟我说，孟家是灵儿小姐的孟家，四族本是同根。后来我就传授了他们各自谋生的技艺。我传你医术，
悬壶济世，救命以谋生而已，不可贪恋钱财。唯要道，传你市井之术，权谋之计，不可祸害世人，只求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唯千堂，传你45诀，强身健体，保家卫民，不可惜贱命，失骨气。唯5堂，我传你商贾之术，见世人之瑰宝，传100年之风华。唯古堂，靠这些，你们家族子嗣自然可以延绵万世。但若让我知道你们用我之所传危害世人，我会亲自收回你们的所有，包括生命。后来我把药方传给了药堂，解决了疫病，就回到山里了。小姐，现在的段国两家可不是当年的他们了。100年前就露出真面目了，不然我也不会转世。燕儿堂，青年，你怎么了？所以，你就是他。本台消息：近日本市乡村多点爆发疫病，请各位市民注意防范。灵儿，你醒了，好些了吗？所以，我脑海中的神仙姐姐，就是你。小东西，才知道啊。今天听你讲的那些，我实在想不出来还有谁可以在我脑海之中留下那样的感觉。其实这些都是麻烦的方法。面对喜欢的男人呢，那得强势的拿下他，先睡了他，再说服他。既然知道了，那是不是该履行一下丈夫的职责了？不行，好丢人，怎么办？要不要宰了他？这次让老公知师父，你错了，爱不是凡尘杂念，爱是生命的赞歌。早上好啊！昨天晚上我们实在是太累了，稍微多睡了一会儿。臭小子，早点让爷爷抱上重孙子啊！小姐，你让我查的鼠疫有消息了，确实有些蹊跷，像是一夜之间突然发生的，和您描述当年的情况很像。段家呢？今天是4族拍卖会，只有4族成员才能参加，段家家主也会参加。走吧，事情的真相见了就知道。小姐，还用等他吗？放心，他会来的。等一下故人，没什么。故人，小姐，难道见过段老头了？小子，你完了！傻逼！段家家主到。
陆灵儿小姐别来无恙啊。段云天，果然是你。哼，当年我侥幸随着陆小姐来到这个时代得以续命，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。没关系，我会亲手把你送回你该去的地方。各位，今天是四族拍卖会，所拍的东西都珍贵无比，请各位四族的成员可不要吝啬钱财哦。小姑娘，把那些麻烦的过程去掉吧，直接上压轴物品。想必各位今天也都是为那个来的吧？好，那就开门见山。接下来拍卖的是四族搜罗了1000年才得到的一株灵草。这株灵草，想必灵儿小姐不会陌生吧？虽然比不上你当年吃的那株，但是也有提气吊命的药效。再培养个100年，说不定也能长生呢。这种好东西，想必段家势在必得了。我就直说了吧，四族规矩，价高者得，顾家把钱都支持给我了。还有孟家这群武夫，连养活自己都难，更别说拍灵草了。沈家能有我们2家有钱吗？你们这是要违背祖训！我说孟老头，你就别挣扎了，今天你们是拍不到的。小姐，要不咱们现在就开始？开始。听好了，今天我沈家小少爷点天灯。你们是不是不了解我留给沈家的财富有多少？今天我沈家小少爷点天灯。沈小少爷，你知道点天灯什么意思吗？除了这株灵草，包括没有拿出来的，你都要买单。你想把你沈家都败光吗？这就不麻烦段家主操心了。我们沈家从沈万族长那代起，就可以说是富可敌国了。只不过资金一直都遵从小姐的意愿，用于买回流落在外的文物而已。那也不可能加起来比我们2家还多。我们顾家的娱乐业和段家的药业，在四族中那是最赚钱的。但沈家能调动的资金却是最多的。没办法，做古董啊，全是人脉，就是有钱。既然这样，那今天的四族拍卖会的所有物品，包括灵草，都归沈家所有。灵儿小姐真是技高一筹啊，1000年伏笔不能小看的。段云天，外面的那场疫病和你段家什么关系？灵儿小姐要是好奇，去我段家药品开发中心看一下，不就知道了吗？沈玉川，你好好享受现在首富的位置，过2天，呵呵，你就不是了。灵儿小姐的胆子真是非同一般呐，竟然敢一个人前来。你不会忘记你现在已经没有长生不死之身了吧？段云天，疫病是你做的。哼，聪明，是我亲手造就了这场和1000年前一样的天灾。只要死的人够多，事情发酵的够大，那我段氏制出的解药就卖得越来越贵。以生灵换财富，该死！
哼，我已经死过了，是你亲手杀死的，但是我也杀了你一次。还有沈家那个小子，那株灵草买不到就买不到，我现在觉得你有可能比那株灵草有用。灵儿小姐，现在准备好放血了吗？哼，刘叔思思，给他放血。小姐，其他人都已经处理完了，要不要把他们都做掉？上一世我可没有这么多帮手。原来你是有帮手啊，我还以为你还像100年前一样有种呢。但是你弄死我们也没什么用，要是没有段家配方做的解药，这疫病只会发展得越来越快。段云天，你以为用我给你们族内的配方，还能根治1000年后的疫病？你错了，最多只能控制，不能痊愈。告诉我第一发病地，你这条命我给你记着。就算你知道了，又能怎么样？你现在已经没有了长生血，但靠我段家的解药还能控制。你最好控制。啊，等一下，不能弄死他们，打一顿没事吧？你干什么？我可是段家家主。家主是吧？段家是吧？我孟家是武圣。沈青年，我是你老子，你敢打你亲？就是，我还是你后妈呢。你老子后妈，小爷我忍你们很久了。灵儿，要我说，就不该留那老头的命，弄死得了。不行，我不知道他们在疫病病毒上动了什么手脚。现在我没有彻底根治的药方，还得指望段家他们的新药，先把疫病控制住。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！以段家的性子，为了钱，不知道会让这场疫病发展多久啊！为了股票持续飙升，他们肯定是想越久越好。段家的药也会慢慢被炒上天价呀。所以我问他们要了第一发病地。灵儿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该不会……只有去到第一发病地，亲手给他们切脉，看到他们的症状，我才能一点一点的配药，直到找到正确药方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是啊，小姐，这也太危险了。放心，你忘记我让你点天灯买的灵草了，就是为这个时候准备的。近日，余城附近的疫病发展仍然愈演愈烈，但段氏医药此时却突然公布新药面世，可以有效治疗疫病。段氏股票因此一路飞涨，药品也被炒作到天价，可谓一药难求。太好了，这下呀，我们赚大了。是啊，沈家首富将一去不复返。老爷子当初那么瞧不起我，等我收购了沈氏，我看他还敢不敢对我指手画脚。你们把眼光放长远点，收归四族没什么难度。等我们药品开发成熟以后，再加上那株灵草和陆灵儿的血脉，那长生药就不是梦了。老爷，该换药了。啊，对，换药，药不能停。你告诉他们我行程的。巧合，完全是巧合。年纪大了，较少。一大早我就看到您在那收拾行李，就让他们过来送送。你
不能把我自己扔家里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不在家，你那些家规我可不一定守得住。你敢？小姐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，我要在你身边保护你的安全，这是我作为贴身保镖的职责。你要是不让我去，我爷爷非得打死我不可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媳妇儿肯定我自己保护，你能打得过的人，小爷我一样能打得过。你能做到的事儿，我也能帮小姐做到。我能帮我老婆洗脚，你能吗？你配吗？你好了，你们两个真的很聒噪，那里不是寻常地，有发病的风险。你不是说了吗？有灵草，没事，我不怕。啊，小姐，你就带他们去吧，不然老头子我也不放心呢。路上不许说话。Yes, sir. Yes, sir. 妈呀！救我！救我！不是已经有部门介入了吗？你们为什么不去医院？染病的人太多了，我们这儿有的孩子去了，有的妻子去了，至于我们，就留在这儿吧。这药这么贵，像我们这样的人，没钱买这么贵的命啊！我可以确认，和1000年前的那场鼠疫是一种，但毕竟现在人们的身体和环境都已经发生了改变，我需要时间。可是他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。如果能看到段家的鼠疫配方就好。梦远，把仙草拿出来。小姐，那是为了以防万一的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你再去村子里看一看，还有没有别的村民，把大家都集中到这里。我呢？我开个方子，你去抓几味药，再把灵草磨成粉末，一起熬成水给他们，应该可以争取一些时间。我要挨个给他们切脉。虽然我的血脉没有了长生吊命的能力，但也还算带些生机，希望可以有用吧。以后你们每天都饮一些，可缓解一些病痛。仙子，你是悬壶济世的仙子啊！悬壶济世的仙子，早就不是了。记得别告诉另外2个人。怦然里回望，昨日如风，当时的朦胧依然还在心房中跳动。忽然间对望，欣然如梦。还有什么不舒服吗？快点喝吧。谢谢仙子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放心。药方感觉有些苗头了。那就好，你休息一下，我再去采购一些草药。好。沈少爷，咱们又见面了，我等你等的好苦啊！怎么，顾少是皮又痒了？有屁快放！本少爷现在没工夫搭理。我知道你们忙着当善人，
当救命菩萨呢？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打扰灵儿一下，我活剥了你！你别吓我，我不敢。我知道孟良那小子一直跟在陆灵儿的身边，我可不想被他们打死。那你想干什么？我没有时间找他们，但我有时间找沈少爷你玩玩。沈少爷上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我，出了好大的风头啊！顾少爷请我来，就是为了玩骰子，这场子也太素了吧？你应该知道，我们顾家最重要的产业就是博彩。我打出生就和这些东西打交道，今天我想跟你玩一把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闲呢？我和你赌命，谁输了谁死，怎么样？这是我们和段家共同投放的鼠疫，谁输了，这管子就是谁的。看来上次当众打他那次，把他气得不轻了。不过，如果能看到段家的鼠疫配方就好。你当我跟你一样二逼啊？我一个结了婚的人，我的命和你的命能一样？你个单身狗！沈青年，不要再惹我了。你说，赌什么？我拿命赌你这玩意儿的配方。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没有，一晚上我把村子都找遍了，也没找到青年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血气印记一直在发烫，他一定出事了。不好意思，老婆，夜不归宿了。青年是鼠疫，而且比他们的还要严重。这是鼠疫的原液，还有配方，有了它，你应该可以完成药方了。青年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救你的，我绝对不允许你再死在我面前。够呛，这次跟顾惜之玩大了。比大比小？小。骰子落在一起，上面一个点。提醒你一句，像电影里那种没底儿的可不算。大哥，你赌神看多了吧？我也一点。再来。唉，我知道，运气能帮我一次，但帮不了我第二次。骰子我玩不过你，这样，这把算咱俩都赢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赢就是赢，输就是输。什么叫都赢了？我赢了，所以你给我半管病毒原液和配方，你也赢了。另外半管病毒打我身上，双赢。沈青年，你他妈就是个疯子！你忘了，我是纨绔，我知道你每天都在偷偷放血，自己的老婆自己心疼。孟良，这次知道和小爷我的差距了吧？青年，孟良，把原液分析上交，有了病毒配方，我的药方很快就好。小姐，那你呢？我说了，我不会看着你在我面前死掉。
青年，我不会再让你死在我面前。我已经找了你一世了，再来一次，我就找不到你了。还记得你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吗？那时候你还是个孩子，眼神倔强的，和上一世一样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沈青年。你愿不愿意留在这里？我一直很遗憾，没能像上一世一样救下你母亲。那一天，你哭得好伤心。我也不想当你的好儿子，但你能不能来看我妈一眼？你能不能来看她一眼？她要死，我说她他妈要死了！很抱歉，上一世当仙子的时候，总是欺负你，所以我在想，这一世当你的妻子，难过、生气、吃醋、害羞，这些属于人最基本的情绪，我终于完整的感受到了。师父，你错了，爱不是凡尘杂念，爱是生命的赞歌。但你要丢下我，不好意思，也不怪苏了。都中午还要斗争。以血为引，生死相连，血气会将我们的命运连在一起。小东西，再见。小姐和我家那臭小子还是没有消息吗？我已经把无堂的人都放出去了，就是找不到他们啊。孟良送回来的病毒原液虽然很重要，但是解药研发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。现在鼠疫难以控制，小姐他们也失踪了。我说你们俩还是担心你们自己吧。今天段云天召开四族会议，这摆明了就是开始清算了。现在没有陆灵儿在，我看你们还有什么底气？哼，胡家主，你放心，在我出事之前，我一定会先一拳把你打死。孟老弟说的是啊，能一拳打死的事儿，何必费那么多话？真不愧是武堂啊！段云天，小姐和青年到底去哪儿了？不要说你不知道。
你信不信，要是他们真出事儿了，我会拼尽我沈家所有的财力，也会撕掉你段家的一层皮。哎呀，你这是冤枉我呀！我哪有功夫管那些小姐少爷呀？不可能，不是你还会有谁？死了。什么？我亲手把半管病毒扎进了沈青年的脖子里，他活不下来的，他死定了。那玩意儿一滴就可以让一个村子染病，更何况那么多。顾家，好一个顾家！看来今天的四族会是想让我们沈孟两家彻底撕破脸。我孙子的命，你一个人还可不够。他被扎的时候竟然还是笑着的。他说他是纨绔，哪有纨绔不怕死的呀？秦志，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呀？好了，行了，都别在这唧唧歪歪的了。什么生啊死了的，人呐，不能长生，他就都是烦恼。既然大家都这么痛苦，那我就帮你们一把。段云天，你什么意思？刚才的茶，各位喝得怎么样？这可是我亲手为你们准备的，费了我好多的病毒原液呢。干得好，段家主！我看今天就把他们处理掉算了。我有说过你的茶里没有吗？段云天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我就是觉得四族实在是太麻烦了，如果把它变成一族会好一点。你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郭老头，没想到吧？他彻底疯狂了，哼，连你这个盟友也在算计之中。不过没事，老夫今天就替你出这口恶气。好了，闹剧该结束了，该疯的疯，该死的死。以后四族之中，只有我们段家。等我找到陆灵儿和那株灵草，集合四族之力，就可以获得长生了。你休想！段云天，小姐一定会回来的。当年我能让她转世魂穿，你现在不相信我能弄死她的能力吗？沈六叔，去吧，给你个机会，亲手给你爹收尸。段家主，这下毒的事儿您怎么没跟我说？能不能放稳父亲？我肯定劝说他自愿放弃沈家财产，他毕竟是我爹。放屁！老子就是死了，也不能背叛小姐，更不能认你这个不孝之子。可是，六叔，事已至此，无毒不丈夫。沈六叔，要不是看在你和我段家有子嗣的关系，你信不信？我让你还有你爸，还有那臭小子一块儿去死！沈流叔，你还是那么让我失望。青年，小姐，臭小子，终于来了！沈家出了你这样的子嗣，还真是丢人啊！各位，好久不见，都还安好啊？本少爷又回来了。这怎么可能啊？你不是说了他们已经死了吗？还有陆灵儿。段思思，当初我让你带的话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说千年之后，段家准备好消失了吗？
沈青年，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我都跟你说了，你个单身狗不知道有老婆的好，你还不信？以血为饮，生死相依，血气会将我们的命运连在一起。小东西，再见。找到了，在这里。小姐，你的药方奏效了，确定是有效的。没死，他们还没死，快，把药给他们服下。感谢仙子救命之恩，感谢仙子救命之恩。死了吗？还是为什么会在这儿？小姐，你可算是醒了，万幸是赶上了。孟良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不是和青年……小姐，你在给青年换血之前，给我的药方起效了，疫病得到控制之后，我就到处找你，等找到你们的时候，你的血都快被抽干了。青年呢？他没事吧？为什么我感受不到血气了？小姐，那个，你还是自己去看吧。小东西，你醒了，主人。你醒了，主人。小东西，好了，再用力我就要被你勒死了，想谋杀亲夫啊？我还以为你又要把我丢下了。怎么会呢？你不是说你最讨厌身边的人死去，把你自己扔在时间里吗？你说什么？还有，刚才你见到我的时候，你叫什么？你醒了，主人。我就说吧，应该拍照留个念想。你想起来了，你终于全部都想起来了。被老婆用血要着命活了过来，血气都消失了。我要是再想不起来，你应该会很伤心吧？辛苦你了，灵儿。小东西，吻我。感人，实在是太感人了，这就是爱情啊！哎呦，两位老爷子，赶紧把解药吃了吧！要是再拖一会儿不吃的话，就该我和孟良给你俩哭了。爷爷，你哭起来真丑。哎，臭小子，你讨打是不是？又让你抢先了一步，你又赢了。段云天，长生的诱惑对你太大了。100年前是这样，现在又是这样，但你何曾知道，长生的痛苦还要斗争。生命的魅力在于它有终点，让我们能在有限的生命中，用尽全力去爱身边的人，去感受时间的美好。长生带给你的，只有失去。
就像现在这样。小姐，你们先走吧，剩下这帮人就交给我们武堂来处理吧。啊，交给你了啊，给小爷下手重点儿。老婆，现在咱们干嘛去啊？当然是和亲手养成的小娇夫回家睡觉去。哎呀，小祖宗，那个不能玩啊！你怎么拉里面了？我说你们能不能小点声啊？您赶紧下来！好歹我们也是个豪门，豪门就得有个豪门的样子，整天宝宝宝宝的，就晓得是宝宝，谁还不是个宝宝了？老爷，老爷不好了，老爷，您的大重孙子把您的宝贝给砸了。哎，哪个？袁青花。啊？什么？老爷，您没事吧，老爷？沈清年啊，来了！你就穿成这样和我去逛街啊？不去了。哎，老婆，别生气啊，老婆。那个，我这不是没时间吗？再说了，你以前不是仙子吗？咱不是无欲无求吗？你怎么现在这么爱逛街？我现在又不是，我才发现逛商场的快乐，比我之前活了1000年的快乐都多。怎么啦？不愿意啊？没有，老婆请。哎呀，不去了，你不去没意思。我要喝豆汁儿。好啊，我最喜欢老婆喝豆汁了，贼有味，贼够劲儿。先喝杯奶吧。花最漂亮的时候是盛开和凋零，雨水最漂亮的时候是蒸发之后变成彩虹。我最绚烂的时候不是当仙子，是变成一个普通人。